中国房地产市场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最近，一张高盛预测中国房价见底时间的图片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走势的猜测和担忧。高盛作为全球知名的投资银行，其预测对于市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我们需要深入地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上其他国家房价见底的案例，来更好地理解和评估高盛的预测。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寻底阶段。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中国多个城市的房价出现了下跌趋势，其中1、2线城市的降幅尤为显著。例如，北京、上海等1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连续多个月下滑。这一现象与政府加强调控政策以及经济增速放缓密切相关。同时，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也对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产生了影响，加剧了房价的波动性。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回顾历史，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波动经历了多次见底和反弹。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就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次贷危机导致了美国房价的大幅下跌，许多家庭陷入财务困境，银行和金融机构面临破产风险。次贷危机的爆发与长期低利率政策、房贷市场过度放松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在次贷危机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也曾经历过多次见底和反弹，如20世纪8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与美国类似，日本房地产市场也曾经历过泡沫破灭和长期停滞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导致了日本房价的大幅下跌。在泡沫破灭后的20年里，日本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房价难以回升。这一历史经验表明，一旦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其破灭对经济的影响将是深远而持久的。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世界经济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中国作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其经济增长和稳定性受到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国际贸易摩擦、全球经济衰退等因素都可能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使其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寻底阶段，房产投资的风险也在逐渐增加。过去，房地产被认为是稳赚不赔的投资渠道，但随着政府调控政策的加强和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房价波动性增加，投资者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1、2线城市，房价的高涨使得购房成本较高，而租金收益率相对较低，房产投资回报率下降。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房地产市场也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市场需求出现了变化，人口老龄化、城市更新等因素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结构的调整。政府也在加大对租赁市场的支持力度，推动长租公寓等租赁住房的发展，以满足多样化的居住需求。今年初，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央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在2024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表示，房地产调控是必要的、必须的。如果能早调控1、2年，效果会更好。我也认为，如果当初早几年，其实就不会赶上最困难的时间节点了，反而调整会比较顺利。对于房地产调整时间，盛松成认为，房地产行业整个下行过程到现在已经2年半了，从2020年开始到2021下半年呈现下行态势，整个调整过程将持续4-5年的时间。意味着预计到完全平稳可能需要等到2025年左右。3月24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道葵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北上广深这些1线城市今年年内房价很可能就会触底，房价会稳定下来。但是3、4线城市还需要时间，所以乐观估计全国房价触底至少也需要3-5年时间。何时触底还真不好说。但无论谁的判断，我们都应该多手准备，因为房地产大势已去，但同时又有一定的潜力在内，所以客观看待房地产，就需要我们尽早从容的转好型。盛松成认为，此轮房地产调整是趋势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我倒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
就是很可能短期内不要抱有什么周期性调整或周期性回暖的幻想，认为调整完房价就可以大涨了，倒不如放下姿态，迎接挑战。所谓趋势性，就是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长期可能呈 L 型发展态势。接着奏乐，接着舞。据路透报道，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周四抵达中国南方工厂中心广州后，向中国官员发出一个强硬信息称：“你们生产了太多的东西，尤其是清洁能源产品，世界无法吸收它们。”周五至下周一，美国财长耶伦将与中国高级经济官员举行一系列会晤，试图传达他的观点，即生产过剩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健康的。美国、欧洲、日本、墨西哥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对此的担忧也与日俱增。另外，耶伦将向中方作出解释，如果全球出现贸易行动，那将不是反华，而是对中国政策的回应。一位美国财政部官员说，耶伦将阐明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削弱美国制造商和世界各地企业将引起的全球经济后果。中国向全球市场大量投放电动汽车 EV、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半导体和其他制成品，被认为是多年来中国政府大规模补贴和中国国内需求疲软导致的结果。许多商品的全球价格正在下跌，给其他国家的生产商造成了压力。耶伦代表美国政府需要保证中国在经济崩溃的绝望情形之下，不要对世界经济造成太大影响。虽然中国正在慢慢变成经济孤岛，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日渐减小，但是仍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未来发展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将取决于多种因素。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都在密切关注相关趋势，并进行深入分析。美国财政部宣布耶伦此行的同时，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周二就各种问题进行了通话。白宫在通话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拜登向习近平提出了对中国损害美国工人利益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做法的关切，并表示美国将继续采取措施，防止中国获取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美国先进技术。美国财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在预告耶伦的行程时说，这是本着负责任的管理两国之间经济关系的精神进行的。白宫还一直在仔细审视由中国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并于最近对中国黑客组织实施了制裁。美国财政部正在制定一项计划，对于拜登政府认为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针对中国某些行业的对外投资予以限制。耶伦去年的中国之行几乎没有取得什么重大突破，但双方借此建立了一个持续沟通的正式构架。财政部官员表示，新的经济和金融工作组之间的定期会议将让两国可以就双方关切的政策进行沟通，并有助于防止关系破裂。前财政部官员马克·索贝尔指出，美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 40%， 这使得两国关系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他建议，除了宏观经济问题外，双方还应讨论美国的制裁政策以及欠中国债务的低收入国家问题。索贝尔表示，即使没有重大突破，对话也很重要。他说，即使双方意见不一致，而且目前中美关系可能出现很多问题，但会谈将有助于减少误解，并让彼此了解更多的背景。好了，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